亿万富翁拜倒在姚姐的石榴裙下，日夜笙歌，纵情声色。然而前几天，薇薇安还是一个连房租都拿不出的站街女，为了挣钱，只能跟着姐妹一起在路边寻找客户。就在这时，一辆豪车在两人眼前停下，闺蜜见状便忽悠薇薇安脱掉外套前去揽客，却没曾想对方只是迷路了。本着苍蝇在宵夜是肉的原则，薇薇安提出收取10块钱帮她指路。爱德华着急前往，便爽快答应。头一次坐豪车的薇薇安十分兴奋，一眼就看出了它的品牌，还连连赞叹这辆超跑优越的性能。由于爱德华的开车技术十分蹩脚，薇薇安忍不住便吐槽了几句。富豪见状便提出让他来开车，带自己前往目的地。车子在薇薇安的驾驶下重新散发活力，爱德华看着眼前的女人，不由得对她产生了些许好奇。很快两人便到了爱德华所说的酒店。然而在看到薇薇安坐在旁边等公交车时，也许是于心不忍，也许是想要多了解对方一番，爱德华便提出可以让她在这里过夜。就这样两人一起走进了金碧辉煌的大酒店。薇薇安看着眼前的大酒店目瞪口呆，她没见过世面的样子也被众人看在眼里，这让薇薇安心中有些不爽。不过爱德华却没有感到尴尬，反而对身边的这个女人更加感兴趣，当即提出以300美元的价格买对方一夜。穷困潦倒的薇薇安自然答应下来。就在他直奔主题拿出安全措施时，爱德华却拒绝了他。虽然他有着花不完的钱，但面对感情却总是失败。跟妻子离婚后便再也没有谈过恋爱，如今孤独已久的他只想找人陪自己聊聊天。经过一番了解后，爱德华还发现了薇薇安精致的一面，每次他吃完东西后都会跑到卫生间用牙线清理牙齿。就这样两人度过了圆满的一晚。第二天在吃饭时，爱德华也得知了他的过往。原来薇薇安从小家境贫困，在她高2时便辍学打工，无意间碰到了同为姚姐的姐妹，在对方的怂恿下走上了这条不归路。两人之间的距离无形中跟进了一步，薇薇安也毫不忌讳地在对方浴缸里泡澡。爱德华满脸笑意地看着眼前的姑娘，决定用3000美金租聘薇薇安1周的时间，当自己的临时女伴。面对这笔丰厚的报酬，使他兴奋不已。不仅如此，爱德华又给了一笔钱，让他买几套优雅的衣服，用来参加今天的晚宴。见状，薇薇安不再掩饰内心的激动，高兴地跟自己闺蜜分享了这件事情，兴奋地走在满是奢侈品的大街上，准备体验一番有钱人士生活。女人慢慢蠕动到男人脚边，告诉他有什么招式尽管来。第二天，薇薇安便兴致高涨地出门逛街，看着满街的奢侈品，她内心很是激动，自信满满地走进一家高档商店，却不曾想店员看到土里土气的女人，当即就露出了鄙夷的眼神。It's very expensive. It's very expensive. Look, I got money to spend in here. I don't think we have anything for you. You're obviously in the wrong place. 尖酸刻薄的话语直接将薇薇安的购物欲望给打破，她怒气冲冲地回到酒店，却直接被经理拦住询问她的身份。在得知是爱德华的朋友后，便将她带到办公室，委婉地让薇薇安换上得体的衣服。见状，她再也无法忍受这份委屈，掏出所有的钱，将今天遭受的不公全部诉说出来。善良的经理便联系起自己开女装的朋友，让对方带薇薇安挑选一套得体的服装，还贴心地为她介绍用餐礼仪。当爱德华得知这件事情后，马不停蹄地带着她打算帮其找回面子，直接放出豪言说要在这里花下大价钱。经理见状连忙亲自接待薇薇安，并且叫来所有导购为其挑选合适的衣服。薇薇安感到受宠若惊，第一次体会到这般待遇。随后爱德华便要提前离开这里，让她先挑选自己喜欢的衣服。薇薇安逐渐放开自我，将店里的衣服试了个遍。转眼间，那个被人嘲笑的土包子已然成为了优雅的名媛。路过上次嘲讽自己的店铺时，薇薇安故意走了进去，找到看不起自己的那个店员，讥讽对方有眼不识泰山。满载而归的薇薇安迈着自信的步伐回到豪华的酒店中，等待着爱德华的到来。当他再次见到薇薇安时，眼前一亮，毫不吝啬地夸赞她的美貌。随后便来到了谈判现场。虽然谈判进行的有些不顺利，但因为薇薇安笨拙的举动，让众人原本紧张的关系得到了些缓解。回到酒店后，薇薇安便察觉出爱德华那闷闷不乐的情绪，便提出两人看一夜的电影，却不曾想被爱德华委婉拒绝。可到半夜爱德华还没有回来，薇薇安心中不免有些担心，便起身前去寻找他。发现爱德华独自一人在弹着钢琴，从杂乱的琴声中可以轻易发觉他那烦躁的情绪。薇薇安来到男人的身边，轻声安慰着对方的情绪。心情大好的爱德华第二天便带着他参加聚会。薇薇安得体的穿着并没有引起别人的怀疑，反而都十分羡慕他能跟爱德华走到一起。但爱德华的助理却不这么想，不仅打听薇薇安的身份，在看到他跟爱德华的竞争对手聊天时，还污蔑他是商业间谍。
着急解释的爱德华不小心将他的真实身份暴露出来。见状，助理露出恍然大悟的表情，趁着爱德华去跟别人应酬，直接找到薇薇安，当面拆穿他的身份。女人脱掉丝袜，闷掉香槟，而后匍匐到了男人脚边。此后，爱德华就经常带着她参加各种聚会，可由于不小心将她的真实身份透露给助理，导致助理对薇薇安生出歹心，当面拆穿她的身份，还十分轻浮地说自己可以光顾她的生意，这让薇薇安十分愤怒。回到酒店后便质问爱德华为什么要这样做，为什么将自己打扮得光鲜亮丽，却又在关键时刻拆穿自己的身份。对此，爱德华却不做任何解释，不断强调两人只是雇主关系，说罢还丢下一叠钱来羞辱他。薇薇安从未感觉自己会如此低贱，气得她拿起自己的东西就要离开这里，那叠钱看都不看一眼。缓过神来的爱德华看到床边的那叠钱，他觉得自己误会了薇薇安，对方并不是见钱眼开的人，连忙追上前向他道歉，并解释到自己完全是因为嫉妒心作祟，希望对方能原谅自己。其实薇薇安早就对眼前这个男人动了心，便接受了这个理由，两人也因此变得更加坦诚。为了弥补这个过错，爱德华当面警告助理一番，并且推掉了当天所有的工作，带着薇薇安度过难忘的一天，一起前往剧院看戏，一起下棋，一起去公园散步，两人的感情也因此更加浓烈。然而明天便是两人待在一起的最后一天。爱德华早已明白自己已经爱上了这个女人，但由于之前失败的感情经历，让他始终无法给予薇薇安一个承诺，只能留下一张信用卡，保证她物质上的生活。然而薇薇安却拒绝了爱德华，她想要的是平等的恋爱关系，而不是用金钱来维护两人之间的感情。争执不下之时，公司打来电话让他过去签合同。然而看到对方苍老的面庞，爱德华罕见的于心不忍。或许是薇薇安的出现，让这个冷血商人有了感情，决定不再收购，改为合作。当助理得知后十分愤怒，他觉得全都是薇薇安的错，二话不说对他就是一顿暴打。好在这时爱德华及时赶来，薇薇安这才逃过一劫。也因为这件事情，他决定今天就离开这里。然而爱德华却十分不舍，但又无法正式给薇薇安一个承诺，只能试图让薇薇安再留宿一晚。这一次他拒绝了爱德华，可他的心中一直抱有一丝幻想，期望着对方可以追出来，借着跟经理道别的理由等待着对方。然而到了车上都不见爱德华的踪影，这让薇薇安无比失落。回到家中的他便准备离开这里，换个地方重新生活。与此同时，爱德华心情惆怅地办理退房。临走时，经理提醒对方，送走薇薇安的正是你身边这位司机。车上的爱德华终于下定了决心，拿着鲜花来到了薇薇安的楼下。在此刻，他终于可以面对自己内心的感情，克服自己多年的恐高，就像骑士一样，顺着梯子爬向属于自己的公主。两人的结局就跟童话故事般那样美好。